今天早上的市场啊，从开盘以后呢，就是一个字儿泄，一泻千里的泻，排泄肺部的泄，宣泄情绪的泄，泄的泄，还有就是泄露天机的泄。今天市场崩得很厉害啊，创了 A 股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尤其是券商、非银金融崩得很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简直他妈的护眼。我说你要不会发政策就别发，怎么连我钱包里那点零钱都不想放过了吗？那其次第二点，4600家下跌，但是量能只有7600亿，说明在这个地方呢，躺平的人更多，大家都已经开始摆烂了。我都已经亏了30%-40%了，你现在跌我2-3个点有什么用呢？今天是我们这一年赔钱赔的最窝囊啊，赔的最憋屈的一次。平时咱赔钱就算了，对吧？今天是4000多只股票下跌的背景啊，是在要让股民挣到钱，要让基民挣到钱，要真正的有力的措施落到实处啊，让大家挣到钱，才能够拉动消费。各种一揽子政策，各种会议不绝于耳，到最后搞的是热火朝天，搞出来一个100+1啊，散户口袋里最后一个钢镚都要给你收掉。这割韭菜割得太明目张胆了，把散户的智商情商在地板上摩擦，所以说散户受不了，情绪来讲受不了，所以今天全线的宣泄。上午亏了14万，8天跌了7天，大盘5000只下跌，我的账号6只票全部都是绿，没有一只红的。还有2个小时就收盘了，我账户145万亏掉了，再也不会下跌了。本周100股拆1股，就是让高价股让散户去接盘。昨天全球都在看 A 股的笑话，很多人都觉得这次暴跌是100+1引起的。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而是中植系暴雷引发的连锁反应。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就在8月11号，中国的 A 股暴跌，3大指数均跌超过 2%， 总计有4600只股票下跌，出现了全年度的最大一次崩盘。刚才看到了很多的视频，都是有一些专门讲股票的这些自媒体，他们哀鸿遍野，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么其中导致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最近公布的一个新政。这个新政本来是想促进中国的股民入市的，这个政策叫100+1，就是过去你在中国的 A 股要买股票，你需要100股100股的买，但是现在来了一个100+1，也就是降低了你的门槛，你可以以100股为起点，每一个股递增，比如说101、102，对吧？在100的基础上，你可以灵活的去购买，而不需要一定是整数倍。有人说这次股票大跌是跟这个有关系，想把这些股民套牢，根本上并不是这个新政导致的，是中国整体的经济数据都非常难看。虽然我之前说过，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它并不反映经济基本面，但是它即使不是直接反映，它也至少是间接反映，就是你经济越来越差的话，企业的经营不善，然后股民的腰包里的可以投资的资金也是不够的。所以说过去中国的股票市场为什么这么低迷，这跟中国的经济下行是有关系的，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哪怕是社会治安也会越来越差，社会秩序也会越来越差，这是同样的道理。还有就是人们的戾气越来越重，动不动大街上打架斗殴，对吧？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你说中国的失业率这么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得找地方发泄吧。所以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的时候，他也会直接动摇整个国本，社会环境会更加的恶劣，国际环境也会更加的恶劣，然后就是政府会更高压统治，人们的自由也越来越少。所以说经济下行的问题可不仅仅是说大家挣的钱少一点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而8月11号的这次股市暴跌，正好是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讲完中国是一个定时炸弹，第二天居然中国的 A 股就爆了。当时拜登讲完那个话之后，中国的新华社还回复了一篇文章，说唱衰中国只会在事实面前反复碰壁。结果事实确实让某些人碰壁了，碰壁的人不是唱衰中国的人，而是唱多中国的人，是那些 A 股的股民，甚至是中国的大外宣，比如说胡锡进。在几个月前，胡锡进还说他小试牛刀，在股市里尝试了一下，模拟了一下，结果输惨了。刚才那短视频当中也有人讲到了中国的中植系的金融机构暴雷，
这个消息现在也在网上流传，说这是这次股票大跌的原因之一。今天最新的消息，有2家公司，分别是光大和五矿，他们都发表声明，说他们购买的中融信托的信托产品，说存在本息不能够兑付的风险。中融信托这家公司暴雷的消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讲到，因为它涉及到了它背后的中植集团，而中植系的金融机构，它是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庞大的，拥有上万亿市值的一家金融机构，它有可能暴雷，已经被看作是中国版的雷曼兄弟倒台。当然，它有可能像美国的 AIG 保险公司一样，在金融风暴当中被美国政府扶持救助，可能这就是所谓的 too big to fail。但是如果当整个国家都濒临崩溃的话，那么任何的大企业、大资本，他们都可能逃不过最终倒掉的命运。那如果你这次还怀疑中植系暴雷，或者怀疑这次 A 股的这个大跌，相信未来中国经济还会反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最近光是这1-2个月发生了多少事儿。有人就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北方水灾、恒大暴雷、碧桂园暴雷、中植系暴雷、中融信托摇摇欲坠，美国禁止华为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领域、人工智能领域和量子技术领域进行交易，这个还没有讲全，没有把最新的拜登禁令给加上去。还有2023年第1季度国内旅游入境接待比重、接待人数比2019年暴跌 98.6%， 还有全国7月份进出口暴跌 13.6%， 医疗系统的反腐愈演愈烈，7月份的 CPI 为负的 0.3%， 所有 APP 必须备案。6月的国内市场手机的出货量同比下降 20.9%， 还有1、2线的城市房价开始下跌。虽然他讲的还是很不全面的，但是我们已经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就是整个经济表现内忧和外患加剧，然后他们又手足无措，没有任何的实际解决办法。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上期节目其实讲到了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改变中国的政治跟经济结构。他们虽然在小修小补，但是这艘大船还是在不断的下沉。美国媒体最新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显现出严重的危机的迹象，而且问题还在不断的加剧。彭博社估计，现在中国的债务，内部债务已经占 GDP 的比重高达 282%。JP Morgan 也警告说，中国可能面对1990年代的日本泡沫化。他也提到了一些最近不详的数据，包括今年以来的出口比去年跌了 5%， 进口下滑 7.6%， 还有就是制造业已经连续4个月不断萎缩。7月份出口的下跌更是破了3年以来的记录。美国统计局的数字也显示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6月份也是暴跌了 23.7%， 达到6个月以来的新低。当然他也讲到了，就是中国房地产现在遇到的巨大的困境和危机，占有这个国家经济1/5比重的房地产现在让中国政府束手无策，到底是扶持继续的吹大泡沫增加金融风险，还是说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高压态势，使得各大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纷纷暴雷。现在中国政府很明显已经骑虎难下了。以前有人说中国的体制是溃而不崩，不管它崩不崩，但是它已经很明显在不断的溃败当中了。而另外一个好迹象就是它的倒掉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小，随着中美的不断脱钩。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说，中美之间已经有明显的分手迹象。从这个列表当中可以看出，在疫情之后，中国在美国的进口跟出口当中的比重都在不断下跌。中国占美国所有进口的比重已经接近 10%， 从过去超过 20%大降到接近 10%。 另外，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也就是中国在美国出口当中的比重也是保持平稳，甚至有下滑迹象。基本上可以说，中国不再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了，而美国大大减少了对中国商品的购买。毕竟现在全球供应链正在飞速的从中国转移出去，所以这张表格非常重要，它展现出的一个未来图景可以说不言而喻。好，这期节目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